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新闻：第一批没有签证去新加坡的中产阶级已经破产了。十年假期一过，这种话题就迅速成为热门话题。据媒体报道，2月9日生效的免签证协议，新加坡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。然而，为价格和无处不在的罚款，并粉碎了中产阶级的梦想，只留下3句话：免签证不是免费的，中产阶级和破产。作为一个新加坡的价格有多贵？有多少游客在新加坡遭受了严重的罚款？他们如何看待罚款制度？九湾新闻联系了2名赴新加坡游的游客，一名定居新加坡的导游和一名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人。这是他们的演讲。在把新加坡定居已经6年的免签证政策出台后，像我最近新加坡旅游的游客确实多了很多，他们大多都处于咨询阶段，实际报名旅游的游客没有那么多。相比之下，过去2年来前往新加坡的中国游客数量有所减少，韩国人更偏的是新加坡的主流游客。原本以为3月会有很多游客，现在还没有。目前的订单与往年基本持平。我认为有2个原因：首先，由于性价比低，倒是主要中国游客认为新加坡的消费很贵，有点住宿；另一方面，现在人们更喜欢自由旅行，尤其是在新加坡这样没有语言障碍的国家，有可能玩起来更加舒服，害怕上当受骗。我看网友说新加坡贵，但客观说发达国家的消费和收入是一致的，住在新加坡挣和花新硬币，我觉得没关系。但中国游客来旅游的时候情况又不同了，新加坡元大约是5元人民币，所以支出通常是5倍，这样每个人都觉得很贵。此外，我见过很多中国人，他们大多在春节期间不工作，导致各个行业人员短缩。老板们只能发放奖金或额外工资来鼓励员工在春节期间工作，这个可能由游客来承担的。当然，春节期间的价格会比平时高。在饮食、住宿和交通方面，新加坡的餐饮消费实际上处于正常水平，但出租确实非常昂贵。当地可能觉得这太离谱了，这可能与新加坡相对较小土地面积有关。总的来说，在新加坡3天就足够了，平均每人1万元左右，深度游需要4到6天，平均每人花费3万元人民币。至于经济政策，已经习惯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政策是很好的，也是一个约束。新加坡的警力有限，我们不能每次发生小冲突就报警，因此这一经济机制会用作每个人自觉遵守规定的补充。当地人已经习惯了这些约束，在一个安全的生活中生长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也能体会到它的好处，但可能觉得不文明行为是不正常的。我领导的小组没有任何顾客被罚款，旅行前会为顾客一份出境通知，告诉他们哪些行为在新加坡是不允许的，并未罚款，比如乱扔垃圾、随地吐痰、在室内或有屋顶的室外吸烟、销售和使用电子烟、吃口香糖、就建立吃榴莲和山竹。街上喂鸽子，不能喂鸽子，主要控制野生鸟类和动物的繁殖种群和疾病传播能力。我的许多游客们依然支持这个制度，每人都很文明，他们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，干净整齐，钱也不错。今年1月份刚到新加坡，并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交流，那最近1个月感觉价格确实很贵，有的购物中心要比中国一线城市贵50%甚至更多，酒店和出租车也很贵，出租车起价约40元，行驶10公里约100元，租房月租金从每人6千元到1万元不等。我周围几乎没有人因为不文明行为而被罚款，我认为这样罚款政策也可以作为当地人的惩罚，但直接对不熟悉规则的游客进行罚款也是不合适的。在过去2年内，我一直在环游世界。春节前我去了新加坡，那里还没有免签证，与我以前去过地方相比，新加坡物价相对较高，但食物方面除了基本的快餐不贵之外，其他东西都更贵。
高端食品更是贵得离谱。在住宿方面，与国际酒店相比，几乎价是中国一线城市同类酒店2倍，而房间自然很小。在交通方面，对价格没有任何的感觉，主要是付款不方便，很多车都不会刷卡，更提微信、支付宝等便捷支付了。他们必须使用现金，这比中国更麻烦。我了解到新加坡罚款政策的当地人并不满意，因为被罚会留下记录。当我在新加坡时，我在烟桃被罚款300新元，相当于1500人民币。我的朋友被罚2次，第2次被捕是除了避免罚款之外，他还必须上法庭做志愿者。最严重的情况下，他可能会被监禁。他被抓到唐人街附近的一条老街上扔烟桃，晚上到处都是餐馆和酒吧，烟头已经很脏了，很多人都是一种幸运的感觉。然而实际上有便衣警察肆意巡游，捕捉不文明行为。